人们常说，人死之后会变成鬼，意识也会慢慢的开始消散，最终化为天地中的一股能量。而我却成了一个例外，因为我虽然死了，但却不是鬼。准确的来说，应该是一具尸。那里，在那里。丫头慢点，都这么大了，还像小孩子一样喜欢看热闹。哎，成何体统？爷爷，这有个人，我去，难道是昨天晚上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个大火球，把他砸死了？这个人很陌生，一看就不是咱们村子的。走，赶紧回去通知村长。你们确定他真的死了吗？还只是昏迷过去了？这还真不知道，也没摸他，不过看样子应该是死了。这样吧，佳慧，你去通知张师傅。老许啊，你带我过去一趟。行，那我带您过去，就在村西头玉米地那块。张师傅，这人死了没？现在什么情况？此人肉身已经开始长出尸斑了，很明显已经死亡，但为何体内还有微弱的气息游走呢？真是怪哉。他的确已经死了，但是又没完全死。张师傅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是死了又没完全死？这么说吧，也就是俗称的僵尸，但很奇怪，他的身体却并不僵硬，这也是我感到疑惑的地方。啊，僵尸？张师傅，你说这个人是僵尸？是林正英电影里面演的那种僵尸吗？我去，我还没见过僵尸呢。张师傅，这个人是僵尸，那赶紧把他烧了。烧了倒也省事，不过这种事情我还没见过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把他带回去研究研究，过几天等我研究完了，再把他烧了也不迟。这样好吗？你都说他是僵尸了，他不会伤人吧？放心吧，村长，有我张某人在，他翻不出什么浪花的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没有，我当然相信你了，我们整个沙雕村的人都相信你。行，既然张先生开口了，那这个人就交给你了。好啊，那我就把他带走了。多谢祖师爷显灵，知道弟子大限将至，特此送来一缕精魄，弟子感激不尽。为什么此人肉身摸起来如此柔软，却又刀剑难伤？还真是奇怪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他弄死。先给你灌入这秘制的化尸水，然后再使用绝招，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硬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不能说话？卧槽！难道我变成僵尸了？不对，这里为什么会有一滩血迹，还有一件道袍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是谁？张叔，我是小慧，您在家吗？村长喊您过去一趟呢。张叔你在吗？我进屋喽。我在吃人，为什么？不行，不能吃人，不能吃人。乡亲们，坏事了！昨天张道长带回来一个人，这个人丧心病狂，居然将张道长给杀害了。大家备好家伙，跟我一起在村子里找到他。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，大家要注意安全，最好2人一组，见到他就打，别让他给跑了。好的，村长，我这就回去抄家伙。这个张道长可是好人啊，年前我们家老母猪产崽，还是他给接生的。二毛，等我跟你一起去。村长啊，他是不是和张道长有仇啊？这人根本就不是我们村子的，看年龄也就20来岁。张道长为人热情又善良，怎么会跟他有仇呢？所以这个人肯定是蓄意谋杀，抓紧找到他。没想到法治社会竟然还有这样的杀人狂魔，我这就给我儿子打电话，让他回来抓人。你们
们去那边，这边再来几个人。今天就是挖地3尺，也要把这个坏蛋给揪出来。正如我失去的记忆一样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。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在阳光之下，但每一次情绪波动的时候，便会不受控制地变成僵尸，这让我感到困惑。直到那天，我被村里人追杀，逃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寺庙之中。求诸天神明赐福，让我恢复正常。小子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莫非你能看见我？神仙救我！我不想变成这个样子。真是怪事，人间怎么会有你这种存在？让我算上一算。原来如此，小子，我明白了。你的灵魂并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，而是一缕天魂穿越而来。这一缕天魂又被功德之力牵引到这具肉身，想必你以前定然做过不少好事，而你现在这副肉身却是早已死去，所以你现在是死亡状态，也是生存状态。因为你非人非鬼，所以你能看见我，但却开口不能言。多谢老师指点，还请老师救我。也罢，既然你能见到我，还能叫我一声老师，那便是缘分。我便用这个世界的规则之力为你梳理一番，但你要切记，在这方世界，你乃孤煞之命，一定要多做好事，勤劳修行，才能逐渐化解身上的湿气，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。多谢老师赐法，我一定会多做好事。只是我身上的这股湿气，到底如何才能彻底化解呢？找到这方世界的天命之人，也就是纯阳之命的女人，圆房以后，阴阳相融，你才能彻底摆脱湿气，彻底融入这方世界。记住了，必须在1年以内找到，否则你定会压制不住体内的孤煞之气，会爆体而亡。请问老师，纯阳之命的女人有什么特征？这个嘛，屁股上有7颗红痣的便是。谨遵老师教诲。既然你已经能够完全掌控这具身体，你且下山去吧。站住！你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没有，你认错人了。再见。奇怪，这个人是谁呢？总感觉在哪见过，怎么就是想不起来？算了，还是正事要紧。3天前我真的在这里把一个人给吃了，我怎么感觉跟做梦一样？你是那个僵尸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僵尸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走了，他这一走肯定会喊很多人过来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别跑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跑什么跑啊？还大喊大叫的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会说话？你不是僵尸吗？僵尸也会说话。谁说我是僵尸了？你见过僵尸大白天能出来晒太阳吗？我是那天在林子里采蘑菇，然后误食了有毒的品种，所以我就晕倒了，知道了吧？不行，要镇定，不能在这个杀人犯面前表现得紧张，要冷静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呢，看来是我误会你了。那行，没啥事，我走了。慢着，等一下。他不会要杀人灭口吧？他不会要对我做什么事吧？啊，谁来救救我呀？小哥哥，怎么了？叫我什么事？你的妃子掉了。还是走玉米地那边绕开村子吧，免得多生事端。臭小子，看什么看？没看过打架吗？滚！呸！不知羞耻，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做这种事情，沙雕小道士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小子，你少放屁！这是我自家的玉米地，干沙雕小道士什么事？识相的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编下无情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有种再说一次。说你怎么了？这个人怎么看起来很面熟啊？喂，前面的朋友请留步。你好，你是在说我吗？
这位兄台，我看你好熟悉啊，好像我一个朋友。像你朋友，我不认识你啊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这种感觉不会错的。这样吧，我是算卦的，要不我给你算一卦。算卦、奇门、六人、太乙、铁口，我的脑海中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？这位兄台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这位兄台，你刚才怎么回事？忽然大喊大叫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得了羊癫疯。没事，我就是忽然之间精神恍惚。那什么，你说你会算卦，那给我来一卦看看。好，咱们去摊位上坐着聊。老兄啊，你这都看了5分钟了，看出啥门道没？实不相瞒，我啥也没看出来。你啥都没看出来，你搞半天，哎，真的是无语。不是啊，老兄，不能这么说。我之所以看不出来是有原因的。我在很多年以前认识一个朋友，他给了我一本阴阳笔记，这里面记载了很多风水算卦的知识，其中在相面之术中就明确提到过，只有3种情况无法算出：第一，已死之人；第二，将死之人；第三，道行比自己高的人。我按照此书，已经在这摆摊多年，无一不准。所以今天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也不知道。阴阳笔记为什么这么熟悉？这位兄台，我总觉得你身上有一股熟悉的气息，况且你我一见如故，不如结拜成兄弟如何？这么草率吗？我没钱没势，你跟我结拜，图啥？哎呀，兄弟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这个人最喜欢结交朋友了，正所谓一个好汉3个帮，一个泥巴3个装，是吧？兄台啊，主要是你长得可真的太像我兄弟了，这气质，这说话的小神态，往那一站，大冤种们还不乖乖掏钱？嘿，我可真是个聪明宝宝。这位兄台，你意下如何啊？此人出口轻浮，举止轻佻，看向算卦以似懂非懂，蛮成大器，不过却有一番好心肠，而且眉目有神，财运亨通，自有一番造化。今日遇见也是缘分，难道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？想和我结拜也行。你刚才说你朋友多，那你帮我找个人。哎呀，没问题，你说吧，你要找什么人？我现在就给你算。完了，我带你去做一单大生意。好，我要找一个女人，一个屁股上长了7颗痣的女人。啊，这么离谱？那我方便问一下，你为啥要找屁股上有7颗痣的女人吗？为了活下去。丫的不会是个变态吧？哎，算了，搞钱重要，先糊弄过去再说。行，我尽力，晚点我就群发消息，问问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见到过这种人。哎呀，周老板你就放心吧，我田某人做事向来有一说一，说了能帮你解决，自然就能帮你解决。再说了，你和张老板也认识，所以那更是熟人了。放心好了，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的。行，张先生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那我就让他去找你们，到时候你们一起来香港。好，没问题，我提前把东西准备好。哈哈哈哈，兄台，你果然是我的幸运星啊！这单大生意稳了，咱们一会去见一个人，他的人脉也比较广，方便你找到7星姑娘。既然如此，那行，去吧。不过事先说好，你得管饭。哎呀，我的亲哥啊，瞧您这话说的多见外啊！放心，有我一口吃的，绝对有你一口吃的。走。哎呀，真的是稀客啊！这不是我们的打虎道长吗？田哥好，道长好。田兄弟，什么是打虎道长？兄弟，他叫张三，还记得我说过，我有个朋友长得跟你很像吧？可能误以为你就是他吧？你就别说话了，不然一会穿帮了，他不帮你找人。好，那我就不说话了。Good boy， 兄弟绝对给你安排好，听我的准没错。老张，我告诉你呀，刘师傅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练功练的嗓子不怎么说话，一会你别主动找他讲话，免得他破功了。啊，这么个情况啊？行。那什么，香港的周老板到底啥事啊？这个你们得亲自问他了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酬劳这块你不用担心，怎么着也得给个几百万吧。我去，这活能干啊！老规矩，定金打来了吗？60万定金已经在我们公司账上了，我一会让秘书给你转过去。周老板还说了，除了正常的报酬之外，你们去香港之后的衣食住行全包了，来往就乘坐他的私人飞机，晚上还能坐游艇去维多利亚港湾潇洒，这都是常规操作。我操，那有美女吗？必须有啊，全球各地的都有。私人飞机已经安排好了，咱们明天上午10点出发，你们只要带着随身物品和法器就行了，换洗衣服都不用带，周老板给你们买新的。得嘞，周老板真大气，带我和道长谢谢他。另外转告周老板，从明天开始戒掉荤腥，等我们处理完了再说。这个周老板1日3餐无肉不欢，让他戒荤怕是有点难，不过我会转告的。行，那咱们明天见。对了，你认不认识屁股上有7颗痣的女人啊？这是痔疮吗？痔疮倒是能找到，怎么要找这玩意？
不是痔疮，是痔红色的痔。算了，你帮我打听打听，问问，如果有的话，记得联系我。嗨，空姐，有男朋友了吗？你看我怎么样？您是周老板尊贵的客人，当然英俊潇洒了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。我说兄弟啊，你能不能别老想着那些事，丢不丢人，顺其自然不好吗？哎，为什么就没有人欣赏我呢？两位，这位就是请你们来办事的周老板。周总，人我已经帮你找来了，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聊，我就不太方便参与了。好的，张先生一路辛苦，管家带张先生去休息吧。两位师傅，请跟我来书房一叙。张老板，我带您去客房休息。两位先生一看就是性情中人，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，让你们过来呢，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太太的事情。我太太，哎，周老板，我们都是爽快人，你但说无妨，我们非常牛逼组合，一定帮你完成任务。两位先生，请恕我愚昧，什么是非常牛逼组合？哦，这没什么好说的。总之说起来，我们的实力非常牛逼就行了。那个周老板，您接着说您的事。抱歉，我继续。我和太太青梅竹马，从小就认识，后来我们一起创业，打下了今天的江山。可惜她却在几个月前意外的因病去世了。哎，自从我太太去世之后，我就觉得自己有些不顺，我怀疑是我太太的亡灵在干扰自己，所以请大师帮忙看看。周老板，您太太并不是因病去世的吧？卧槽，哥们，看我眼神行事啊，别乱搞啊！要是搞砸了，咱们1毛钱就都挣不到了啊！哎呀，周先生，我这位朋友可能飞机一路累了，要不先休息休息，等到晚上咱们再说。糟了糟了，露馅了，完蛋！哎呀，早知道就让这个家伙别说话了。哎，不行，要想个办法开溜了。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大师，你们果然是非常牛逼。大师果然是高人，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但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你们要保密，待会我让秘书拟好保密协议。其实我太太呢，不是病死，而是自杀。周先生，您太太应该是在家里自杀的吧？我去，这哥们好像有点东西啊，是真会吗？上一个条纹衫的也是，这不会这么巧吧？难道穿条纹衣服的都是高手？不错，我太太就是在家里服药自杀了。那天我在公司开完会回家之后，就发现她已经嗝屁了。哎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嘛，何必要这样呢？那周老板，您太太是因为什么原因自杀呢？你们条件这么好。或许是感觉到生活无趣吧，或许是因为我太忙，顾不上家庭，原因有很多吧。周先生，您太太是因为感情出问题而自杀的，你在外面养了小老婆。哥啊，求你别乱说话了，这个周老板黑白两道通吃啊，你说点好听的啊。卧槽，把他惹毛了，咱们都要嗝屁，随便捞一点就溜啊。大师，您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周老板啊，这很简单，相书有云，龙行虎步者必入高堂，鼻翼饱满者多为富商，你走起路来虎虎生风，四平八稳，属于典型的龙虎步，身材匀称，面色红润，眉毛浓密，眼神明亮，兼财帛宫，气势挺拔，实乃大富大贵之人。但嘴角微笑时略有角纹，必然是有桃花之兆，而夫妻宫阴暗晦涩，所以你太太是为情而死，你这个小老婆不简单啊。这大师果然明察，可能也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吧，只是我没想到她竟然如此脆弱，她以前不这样的。周老板啊，每个人表达感情和对待家庭的方法和态度都不一样，您太太后事办得顺利吗？很顺利，我在山上给她找了一块风水宝地，定期还给她烧很多钱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很不理解，为什么您还说最近生意不顺利呢？怀疑是您太太的亡灵，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？实不相瞒，我太太去世之后，生意就变得没有以前好了。首先是好几个楼盘卖不动，带客人谈生意的时候，游艇还莫名其妙的沉了，差点把我给淹死。股市更是一蹶不振，总的来说就是亏的比赚的多。周老板，您太太是不是安葬在那座山上？这您怎么知道？很少有人知道我太太埋在哪里。那座山叫金斗山，我请了大陆的一个风水师给我看的。你们家祖坟是不是也在那里？我要到山上去看看。是的，都在那里。主要我太太生前喜欢看风景，所以我就选了一处好位置安葬她。大师，您是要去看我太太吗？是的，带上一些您太太喜欢的水果和食物。对了，再拿几件她的衣服。这吃的东西倒是好解决，只是衣服不好找了。也罢，那就找她生前用过的东西，最好是她喜欢的，一把梳子，一幅画都可以。这个好办，我来安排。那什么时候过去呢？今晚子时11点整。啊，
为什么要夜里去呢？周老板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兄弟说几点就几点，晚上去当然是更方便了，白天那些东西也不会出来的。主要是今天晚上我要去国外谈一单生意，怕是不能陪同你们一起。好说，给我们找一个向导。你太太生前和谁关系好呢？让她跟我们一起去就行。没问题，那就让琳琳陪你们一起去吧。她是我太太的私人助理，我这就去通知她。两位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安排管家带两位去客房。说实话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晚上去看太太，我有点害怕。小妹妹别怕，有我们在呢，什么妖魔鬼怪都能给你拿下。这位女士，你应该和周太太的感情很好吧？是不是经常去看她？是的，我和太太的感情挺好的，真没想到她会突然离世，唉。周太太的葬礼你参加了吗？参加是参加了，可是很奇怪，按照本地的风俗，我们属于亲朋好友，是要看着棺材入土为安的。可是当天我们都被提前请到了其他地方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没有亲眼见到棺材落地？是的，但周太太的棺材就在那里，肯定不会被调包吧。我去，我好像撞到东西了。大师啊，咱们半路撞死一只兔子，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啊？是的，意味着有一个动物失去了生命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带上它，等完事之后找个地方把它埋了。这兔子不能吃，不是一般的玩意啊。那它是什么啊？你可以理解是山里的生灵，带有一定灵性，也算是我们打扰了它的清静，所以才会被撞死。不过这或许也是它的劫难，其中因果又有谁知道呢？继续前进吧。这荒山野岭的怎么会住着人呢？哦，是老白，白叔无儿无女，一直在周家做事，现在身体不好了，所以选择来这里守墓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么有情有义的人，我们应该去拜访一下。好吧，那你们跟我来。白叔，你在吗？我们来看太太了。原来是玲玲啊，怎么晚上来呀？是这样的，白叔，有几个朋友赶时间，所以只能晚上来看一下太太。好啊，你们稍等一会，我去问一下太太睡了没有。我去，兄弟，这老头刚才说什么？他去问一下太太睡了没有。这很明显，这老头不对劲。你们在这等一下，我过去看看。兄弟小心！老头，刚才就看出你不对劲了。说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你会说诗语？小子，竟然被你发现了！哼，有些事情见到了就要付出代价。老东西，人不人，鬼不鬼，竟然利用养尸地修炼鬼术，你以为就你会变吗？老东西，说不说？没想到大人您也是僵尸啊，真巧啊！少说废话，说你在这里应该并不是守墓这么简单吧？到底有何目的？大人，小老儿也曾经耳濡目染一些通阴的本事，之所以在这块地方，一来的确是为夫人守墓，夫人生前对我真的很不错；二来你也看到了，我已经垂死之人，又不想出去害人，所以只能在此了，却残生。好，我问你，周太太是不是没有火化，直接肉身下葬？是的，太太一辈子爱美，所以没有火化。大人，太太是死不瞑目，心有不甘啊。心有不甘，那也与你无关。你告诉我，周太太下葬那天，你应该在场吧？那天有什么异常？兄弟，你和大叔在聊什么啊？这么长时间，咱们还要不要去看周太太啊？看啊，我在这里跟大叔聊天呢，问一下周太太生前的情况。老白，当天是不是有风水先生在场？他们对棺材做了什么？我希望你如实告诉我。我记得那天下雨了，天气不是很好，来了一个道士，对着太太的墓穴念了好一大串咒语，惹得太太很不高兴。什么？老头，你怎么知道周太太不高兴？
因为是太太告诉我的。你能感受到周太太的鬼魂吗？那还不赶紧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老头，我们兄弟二人受周老板所托，过来超度周太太。你要是想让周太太早日超生轮回，就把事情的一切真相都告诉我们，一了百了，多简单。卧槽，什么声音？兄弟，你刚才听到了吗？没什么声音啊，山上风大，有时候刮过灌木丛的时候，自然会带有呜呜的声音，是自然现象，别害怕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！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大家别怕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应该是黄鼠狼的一种，受到这里风水格局的影响，从而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应该也属于这山里修行的精怪了。只要咱们不主动招惹它，它一般不会攻击人类。兄弟，这里是什么风水格局啊？这么变态，黄鼠狼都变异了，长得跟大狗熊一样。是啊，刘道长，黄鼠狼我知道，我以前常听人说，黄鼠狼成精之后会找人讨风，还会学习人走路，这个难道就是？但一般都是黄色的，可这只都已经变成黑色了，这还是黄鼠狼吗？说的不错，黄鼠狼也是五大仙之一。当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便会出面讨风。如果你说它像人，它便可以得到成人；如果你说不像人，那么它就会渡劫失败，甚至会报复你。如今咱们见到的这只，应该就是来找咱们讨风的。你们且看好了。黄鼠狼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来，给沙雕小道士的粉丝们跳个舞，我就替你封号，绝不食言。可以，跳得不错。既然如此，那黄鼠狼，你且上前听风。天道渺渺，人道昭昭，今日你修行已成，在此相见也是缘分。我看你很像一个人啊。黄鼠狼，以后更要勤加修持，知道吗？我去，兄弟你也太牛逼了吧！今天还真的长见识了，黄鼠狼讨风之后真的能变成人啊！两位大师，刚才那老头去哪了？怎么忽然不见了？耶，刚才还跟我们站在一起呀，人呐！卧槽，那老头不会是个鬼吧？不可能的，白叔不是鬼，我可以保证。只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忽然就不见了，难道是拉肚子方便去了？哼，老奸巨猾，肯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趁我们分神的时候溜了。这老家伙太不对劲了。要下雨了，看来是天意啊！玲玲、田兄弟，还有张老板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有些事情我要和周老板商量一下。大师，商量什么啊？周老板不太喜欢跟别人聊自己太太的事情。这次他会喜欢的，因为关系到他的生意，甚至是生命。走吧。周老板电话里面说要到明天早上才能回来，要不我安排两位大师出去潇洒一下。是那种带那个的吗？什么带那个的？只要大师喜欢，都可以安排的。那带我去吧，你懂的。好，那你们跟我来。我去，怎么笑得这么淫荡？兄弟，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去吧，我没兴趣。你也要注意点，最近这2天我都看到你面露春光，当心招了烂桃花，变成西兰花。兄弟，你别吓唬我，什么西兰花，我去了，你自己待着吧。哎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昨晚接到管家的电话之后，我就立刻赶了回来。大师，您发现什么了？周老板啊，我看你今日眼眶发黑，印堂混沌，是典型的霉运缠身。你这2天睡眠怎么样？不瞒大师，实在是说不上好，经常半夜莫名其妙的惊醒。如此说来，果然如我所料，周先生，其实你最近的不顺的原因很简单，是你太太的墓穴出了问题。啊，风水出了问题？不会吧，我请先生来看过的呀。你们昨晚去那边是发现什么了吗？墓穴本身没有问题，只怕是安葬的方式不对，所以我想开棺查明原因之后，再将太太重新安葬。我太太的墓穴很好啊，能出什么问题呢？而且已经入土为安的人怎么能开棺呢？周先生，你先别急着拒绝，你听我说，昨晚我们去墓地的时候，就隐隐感觉到您太太的怨气很重，所以我会重新给您太太找个风水宝地。当然，我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周老板您好。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那势必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家族。另外，开棺这件事会在半夜进行，只要做好保密工作，外人肯定也不知道，周老板的声誉也不会受到影响。
非开不可吗？非开不可。也罢，那就试试看。但愿你们真有点本事。周老板放心，另外我还有一件事，还请周老板同意。我想进入您太太生前的房间里面感应一下。我得去公司开个会议，就让管家带你们过去吧，大师自便就好。大师啊，这就是太太生前的房间了，我就先出去了。你有什么事再叫我。行，我四处看看。不对劲，房间里面有阴气。兄弟，还没吃早餐吧？楼下有自助，尼玛全是鲍鱼海参，撑死我了！你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？3盏阳火都灭了2盏，你怕是要死了？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我昨天晚上那个沙雕小道士不让我说，否则视频过不了审核。咦，这里怎么这么凉飕飕的啊？你也感觉到了吗？是啊，一股冷冰冰的气息，阴气弥漫。不错，人有3魂7魄。周太太自杀之后，魂魄已经散开，墓地之中有一部分，而这个房间里面也残留着一丝，可能是魂，也可能是魄。这个我知道，人死之后喜欢停留在生前熟悉的地方，有时候也会缠着关系最亲密的人。兄弟，你的意思是周老板生意上的问题都是因为这一缕魂魄造成的吗？按道理说是这样，但周老板好像请人做了法事，又或者他身上有什么护身符之类，所以孤魂野鬼难以近身。我去，这家伙长得人摸狗样的，心里肯定有鬼，不然怎么连自己老婆都防着？你身上有符吗？给我一张，我记忆中好像有一种可以招魂的方法，我试试看。有，但是在房间里面，我这就去拿给你。天青青，地灵灵，万星毫光万星明。弟子一心专拜请，孤魂野鬼快现形。急急如律令，是。我操，兄弟，这个也太难看了吧！我去，好吓人啊！别吵，魂魄在这里，我问问他。周太太，你为什么要自杀？是什么原因？又为何要缠着周先生呢？你昂啥昂？有话直接说呀！我操，怎么这么吓人？老子都要尿了，快！看来并不是神魂，而是精魄。精魄是无法开口的。算了，你还是进入刚才的符咒之中吧。兄弟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精魄已经收了，明天晚上开棺验尸，需要一些东西，顺便让他们准备一下。好，听你的。哎，果然是豪门最无情，多好的生活啊！要什么有什么，怎么就想不开？真是脑残。刘师傅，接下来怎么弄？一切都准备好了吧？哎，动手吧。好，一起用力。我去，好一股恶臭啊，真难看。尼玛，俗话说死人睁眼，非恨即冤。看来和刘兄说的一样，这个周太太果然是死不瞑目啊。刘兄，现在怎么做？事到如今，也只能用招魂的法子了。你和周先生他们往后退，我需要一点空间。行，有需要的事你再叫我。南辰北斗满天照，5色彩云闹纷纷，一道神符透天门，3魂7魄速降临，急急如律令，是。不对劲，以道家阵法召集的3魂7魄重聚阴灵，不可能是这般模样。莫非棺材下面还有东西？大师啊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周老板啊，您就放心好了，我们非常牛逼，组合出马就没有搞不定的事情。你看，我兄弟过来了。快走开！兄弟，你说啥呢？听不见？周老板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全部搞定了？我去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操！刚才那一道虚影是什么东西？怎么直接就朝这边冲了过来？幸亏老子躲得及时。周老板，你怎么样了？慢着，不要碰他。周老板被鬼上身了，离他远点。我操，哥们不是吧？周老板被鬼上身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现在别管怎么一回事了，你赶紧去车辆后备箱里面将大公鸡宰了，然后将机关拿过来。周先生撞邪了，一时3刻能被符镇压，但时间长了，定然会被阴气侵袭。事不宜迟，赶紧行动。我去，这么严重？那行，你稍等，我这就去。
周先生，得罪了。快点，把这机关血均匀地滴在鞭子上。刘兄，你是不是想用机关血的鞭子抽周老板？你可要想好了啊！人家还是很有权势的，要是到时候追究咱们恐怕回不了老家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哎呀，兄弟，咱们随便意思意思，搞他点钱就行了。再说了，这也是他自己的因果。就像你说的，他要是不娶小老婆，他老婆也不会死。他老婆不死，哪有这么多事？如今这也算报应啊。按我说，咱们把棺材再给他弄回去，就说已经搞定了，直接走人。回去之后，天大地大，他也找不到我们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来不及了，兄弟。若是开棺之前你这么说，倒是还有余地。如今这周太太的魂魄早已变成怨灵，没有丝毫人类的情感了。如今更是强行冲入了周先生的身体之中，就是为了置其于死地。如果我们不将他身体中的怨灵打散，周先生只有死路一条。刚才我在之前的棺材坑里面还发现了一个罗盘，正所谓坟中放罗盘，来生不周全，这是风水中的大忌。尤其是像周太太这种肉身下葬之人，更是有让其变成怨灵鬼煞的作用。所以周太太的死或许是有周先生的原因，但更有可能是被人利用，所以我们没有退路了。这么说的话，这个周老板肯定是得罪了什么人，刚好机缘巧合，利用他妻子的死，联合那个给周先生看风水的道士，想要图谋加害于他。我去，这种剧情不都是在电视上才能见到吗？没想到今天在沙雕小道士的视频里面也看到了，真过瘾。那既然这样，刘兄，我们当下怎么办？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用染上机关血的鞭子，将藏身在周先生身体之中的冤魂给打出来，事后再问清楚缘由。我去，哥们，感觉这个皮鞭好玩啊，能不能让我也抽他2鞭子？你也想抽？你不怕周老板醒了之后会对付你吗？我怕个锤子，哥们，这是在救他。哥们，你不是说周老板很快就会醒来吗？怎么还没醒啊？可能是你那几鞭子力道太大了吧，需要时间恢复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说周老板醒来之后，要是知道了我们帮他解决了这么大麻烦，会不会多给我们钱啊？你怎么老是想着钱的事情？咱们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就行了。而且这本来就是分内之事，周老板人还是不错的，别坑他太多，我还指望着他帮我找到七星姑娘呢。咦，周老板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哎，我刚才怎么了？怎么忽然晕倒了？浑身酸痛。老周啊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刚才被鬼上身了，幸亏我和刘兄弟帮你解决了问题，不然你呀小命难保。哎呀，那多谢2位大师了。如今是什么情况？我太太的问题解决了吗？大致已经解决了，不过周先生，你太太墓穴的风水已经被毁了，甚至这一片地都坏了。之前你请的那个道士有问题，您夫人的尸体还在棺材里面，一会我去封棺，会给你们重新找个地方。只是什么呀？一会再说吧，让管家安排人将棺材运到前面的山头，一切等重新安葬结束之后再说。大师啊，我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去祭拜夫人呢？等我兄弟做完法事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好了，周先生可以过来了。兄弟啊，你可太牛了，这下子咱们赚大发了。没那么简单呐，那片风水地已经变成死地了。还有，这周家以后还想继续富贵下去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我去，这样啊，那幸好还能捞一笔。事到如今，周某人只能感谢2位大师不辞辛苦。如果2位大师想在香港玩几天的话，我这就给你们安排。如果2位大师要回去的话，随时说一声，我安排专机送你们。感谢周老板的热情招待，只是你的事情也没有完全解决，你需要注意以下问题。首先，你的小老婆属龙，而你太太属虎，自古龙争虎斗，非死即伤，所以这点你要注意。你太太的虽然已经重新安葬了，但风水上关于尸的破解还没有那么快，你要让她多多注意。另外，以后你们周家的生意如果想要继续昌盛下去，那么只能靠德了，一定要有德，否则定然会家道中落。好的，我记下了，感谢大师的教诲，我定然铭记在心。我也有一件事要告诉大师。周先生请说，是什么事啊？哈哈，你们来的时候不是说要寻找屁股上有7颗痣的女子吗？我替你们找到了2位，大师要不要确定一下是不是你们要找的？这多谢周老板好意，那他们在哪里呢？我要见一见。就在客房，我带您过去。这竟然有2位，嘿嘿嘿。老板好。你在风雪倦人，说风同不周，巧得乱世一般领寻手。塞外小人为端，荒淫遍地愁，侥幸红梅酒不曾下枝头。